大家好，欢迎来到点燃心中的火苗，创业缘起故事要爆啦！要爆啦！我是提留比长寿村的四毛先生，我是宝吉拉。今天很高兴能够来邀请到台北地方艺文中心的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怪谈小波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创业火苗会多的缘起。好，首先要先请小波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叫小波？为什么叫小波吗？对啊，先让大家认识一下。先从小波开始。好，这个好，要从小波开始。好，从小波开始。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然后我是现在在经营个人的 YouTube 频道，叫做怪谈小波啊，有兴趣可以先追踪一下啊。然后小波这个绰号的原因是因为，哇，这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故事，就是我高中的朋友。不对，严格说起来是国中的时候开始，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我比较特立独行一点，所以就是老师给了我一个外星人的绰号。外星人。对，然后外星人这个绰号，然后那时候天线宝宝又蛮红的，所以外星人跟天线宝宝融合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有人叫我小波，就是天线宝宝里面有4只嘛，丁丁、迪西、拉拉跟小波啊，我就是小波这样。是天线宝宝的小波。对，然后这个绰号呢，国中、高中就被这样叫，然后到大学以后，因为到社团里面。我们社团有个规定，就是大家都要彼此用绰号来称呼，不要用本名来称呼。所以虽然我系上同学都叫我本名，但是那个社团里面的人都叫我小波，所以然后这个小波这个绰号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样子。那3只为什么是选那一只？那另外2个人4只都其他人都分别有另外4个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选小波，小波比较好听吧？小波比较好听 I don't know。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你要选哪一个？”我说：“靠腰，我不要选半个。”但之后就变成小波，自己选的小波。好，那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的缘起吗 ？OK， 好。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艺文，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艺文工作者的那个艺文，是那个奇异新闻、奇异怪谈的那种感觉的艺文，所以是台北地方的一个艺文的，算是一个，它其实本来是一个世界观呐，叫做台北地方艺文。然后这个世界观呢，是设计在日治时期的台湾，然后妖怪跟神明都存在的世界观，然后大家妖怪跟神明有可能会隐藏在人群当中，然后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如果对这样的设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潇湘神写的，或者说新日所二子小姐写的，的一本叫做《台北城里妖魔跋扈》跟《帝国大学赤羽骚乱》。这2本是小说，然后也是我们世界观的建构的小说。但总之，这个会有这样的世界观，是因为潇湘神创立的。然后在我们大学时期就玩了这样的世界观。我们那时候用这个世界观一起共同创作，一起玩游戏。这个详细我大学的时候怎么接触到这个世界观？我们大学的时候是那个台北不对，是那个奇幻艺术研究社的。奇幻艺术研究社基本上不是在变魔术或干嘛，我们是在研究奇幻文学。奇幻文学是指比如说像魔戒。哈利波特，然后冰与火之歌等等等等这样子的奇幻故事，然后我们可能是看电影，可能是看小说，可能是研究这些，比如说巫术啊、魔法啊之类的东西，在历史文献上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社团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次那个潇湘神就希望把我们课程导向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向，就是他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日本有日本妖怪，然后欧美有欧美的妖怪怪物，对，那台湾有没有自己的妖怪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台湾的妖怪，那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后来这个东西就有发展到这个台北地方艺文世界观里面去。所以他是当时的社团指导老师吗？他是社团的。他是很久很久，就跟我们差蛮多届的一个学长，是对，然后他一直叫老屁股啦，然后就有就有带学弟妹做一些事情，就是回来的时候上社课。他对没有所谓回来，因为他就是他是前任的某一个，好像不是社长，但是客户还是什么东西的，对，那反正就是他一直留在社团里面。那因为我们社团很常有这样子的人啦，就是会留好几届，对，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带学弟妹做一些事情，那时候他提出了这个台湾妖怪的想法，那也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开始研究台湾妖怪跟后续一系列的相关的考据这样子。那不好意思，刚刚没发到，那以台北这个命名是因为刚开始因为日治时期的
就它本来这个世界观本来想要 focus 在台北这个地方，就只在台北。对，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观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台北那时候因为是日治程度控制最高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它在这个台北的结界的中心设一个结界，结界中有一个大妖狐叫做言语道断。对，然后这个大妖狐后来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死掉了，然后这个故事由此展开。那这个因为是发生在台北地方的奇怪的事件，所以叫做台北地方异闻。但是这个当然我们后来不只是做台北相关的东西，我先简单介绍我们工作室在干嘛好了。好，对，就我们工作室是在做把台湾文史或是台湾妖怪、台湾都市传说等等的东西转化成作品，作品可能可以包括游戏、小说、实境游戏等等。游戏、小说、实境游戏。实境游戏，对，实境游戏跟游戏我为什么会特别分开？是因为实境游戏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比如说像剧本杀，现在比较流行的，或是那个有一个叫做 LARP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有接触就我怕讲太远，那所以反正总之它是实境游戏。你之前也有放到那个儿童读物，对不对？我记得你有你说过儿童读物。我们之前有出版一个儿童读物，对，就是台湾妖怪的儿童读物，就当时出版社来找我们写这样子。对，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些东西，要么是走研究，要么是娱乐化。所以对于这种台湾的妖怪跟这些都市传说，你对这个的好奇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很小的时候吗？很小吗？我自己本身就喜欢这些故事，但是真正要开始做这些研究，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那堂社课的关系，就是启发点在于上了大学之后的。对，因为就那堂社课之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就是台北地方异闻，它变成一个共同创作的世界观，就是它是萧山神是主创，但是我们其他人呢也会在同一个世界观下创作属于我们的故事，然后为了要设计角色，为了要设计一些故事，就会去查台湾文史。那设计角色，我们就会从妖怪去发想嘛，就比如说，它是妖狐的话，可能就会有某相对应的能力，或者它可以变化或魅惑人之类的，等等。那为了要设计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台湾妖怪、台湾文史。然后后来也因为出版的关系，就接触到出版社，然后我们就出版了我们事先出版了《维妖论》，这是收录了49只台湾妖怪的一本图鉴书。后来我们又做了《寻妖志》，是以11个台湾妖怪为主题的旅游小说，旅游散文。然后再来是台湾都市传说百科，也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这本，这是收录了100则台湾都市传说，然后除了介绍它的故事以外呢，也分析为什么这个传说会诞生，然后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流变。现在这一本就是整个台湾的了，台湾所有都市的。我不敢说所有，但基本上南瓜大家有听过的，北到南都有，北到南都有，全台湾都有。我想要再回溯，就是刚开始你上的那堂社课被他设定的那个台北的台湾妖怪，他最早是台北，没有那个架空的那个，我讲的很模糊，我应该这样说，他一开始只是从台湾妖怪，就是他希望收集资料，以此来进行创作，后来才有台北地方异闻这个世界观。一开始你们受到启发的那一个妖狐的故事是台北的。他设定的故事，台北地方异闻的故事的设定是在台北，对。所以那个是吸引你往下做的第一个启发的一个故事嘛？那个故事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你是说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开始研究？就那时候整个世界观产生这样的热情，主要是因为它是大家就是一起玩的一个游戏嘛，所以就是它是游戏，我刚刚讲的没有很清楚，好，我可以插进去讲，它是一个叫做 LARP 的游戏，叫做 Live Action Role Playing。这个玩法就是你到一个实境的地方，然后你会拿到一个角色纸，这个角色纸会告诉你说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故事背景是怎样，然后你来到这里要干嘛？对，然后一群人围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嘛。你可能想要杀掉对方，你可能想要欺骗对方，你可能想要获取什么情报，你可能想要偷到什么东西，等等，发生在大概。可能可以短到3小时，长到6小时、9小时都有可能的一个游戏。坐着一直玩那么久？不是坐着，是走路。对，你会在一个空间里面走来走去。对，然后当时我们就会特别去找一些古迹啊，比较值得，就是比较有趣、比较有风味的地方去。因为毕竟设计在日治时期，所以就会找一些日治时期的古迹去玩这样子。这中间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几个地点，可以举例分享。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去猴硐玩，猴硐的那个铁道。的那个矿道，
铁路啦，就是我们在那个铁路上玩，它一个很宽阔的地方，然后你不一定会遇到谁，但是你遇到谁就可能有故事，你可能有战斗能力，你可能可以干嘛的，可以交涉干嘛。所以他有布一些 NPC 在那边，不是 NPC，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 NPC， 你可以这样想，每个人都是 NPC。就你自己有自己的目的，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目的，彼此就会交织出一个故事。对，就你们彼此可能互相冲突、互相合作。怎么样？对，所以没有一个 NPC， 所以这整个起源其实算是从一场游戏启发。我刚开始以为是一本书之类的，没有，是一场游戏。然后这个世界观，对，因为这个游戏就发展性很高嘛。你看，它又设计了一个日治时期的台湾。那日治时期台湾其实有很多故事，当时我们是很不熟悉的。然后因为这个故事，因为我们想要创作这个故事，因为我们想要发展自己的角色，所以就开始加入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或加入一些这个地理元素，然后赋予它新的故事，然后让大家就是彼此共同创作一个叫做台北地方英文的世界观这样子。创作一个奇幻世界啦，你可以这样想。创作一个奇幻世界。对，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才开始研究台湾文史跟台湾妖怪的。对，所以刚开始成立这个工作室，你们原本是想要就是在做更多这样子的游戏吗？还是好，成立这个工作室可以说是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想要。来发展这样的游戏给大家玩，不是这样子的，是当时我在一个社造公司工作，就是社造是什么？社区营造，就是专门在帮这个当一个地区的人们去媒合，然后去想他们未来想要怎么让这个社区更被人家认识啊，或者发展一些活动干嘛等等等等。是，当时我在一个社造公司工作这是我朋友的我朋友爸爸的公司，对。然后我朋友跟我也有玩这个台北地方英文世界观，对，所以他爸爸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然后后来因为他爸是做社造的嘛，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在做这个水南洞跟金瓜石，就不是九份，就是如果大家最近好像矿山的事情蛮红的嘛，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刚好是那一块啦，就是我们一般人会说水金九嘛，水南洞、金瓜石跟九份，但实际上九份比较是。日本人那边会在这边，日本人比较多，然后那个金瓜石跟水南洞比较多台湾人，所以当时的资源比较多投在金瓜石那边，而不是九份那边，而不是金瓜石。你说日治时代的资源吗？不是，我说政府后来发展的，OK，观光发展的资源比较投在九份这边，对。那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有讲错，我想一下。但反正就是金瓜石跟水南洞比较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对，那所以当时社区营造就要做金瓜石跟水南洞这一块，了解，对，然后后来就知道我们这个游戏会把人带到当地去玩嘛，所以就设计了，就希望我们可以去投政府的标案，然后为了投政府的标案，你就必须要有工作室，所以就成立了工作室，对，那这成立工作室的过程，你怎么招兵买马，以及这个资金可以招兵买马？没有什么招兵买马，就是大学毕业当完兵的时候，然后当兵前一个月是成立的。当兵前一个月，我记得是啊。成立完你就进去了。成立了进去了，对，就当时是我也要投案子，所以其实已经有在做了，只是他没有把那个，就当时我们是已经打算要做这个案子，所以已经开始投一些人力在里面，然后当时还没有创立工作室，所以就是差这个创立工作室这一步而已。然后我只是去当那个创立工作室的负责人这样子。你当负责人？对，我是负责人。因为你是社长吗？我不是社长，但是就我被算是推举出去当负责人，就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奇幻艺术社的，还是对，当时都是奇幻艺术研究社的人，对，社员们一起。我们其实是有不只是台大奇幻艺术研究社，有政大奇幻艺术研究社，政大也有奇幻艺术研究社的朋友们这样子。所以刚开始这样子，大概成立这个公司是几个人一起做？账面上是3个人，账面上3个。一开始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因为独资，因为我原本是用独资，我想说尽可能省去各种的行政麻烦，对，所以我就用独资。但是后来发现那个标案的投标好像要用合伙，所以有换成合伙。那合伙账面上就是3个人这样，然后后来但实际上运作其实是有8、9个人。标案不能用独资的吗？不，好像不能。好像 OK， 你那时候是不行的，对，所以。
对，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合伙的工作室。是，但那时候你马上就要入伍了，你那时候这样成立，会不会担心根本不会啊？因为其实我不是很重要啊，就是你不是道理，不是真的啊人头就是这么说，我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室的运行很有趣，就它不是一个头带领下面的人做事情，是大家都是平行，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对，扁平式的组织，对，就是我们有案子来的时候，就可能会成立一个小的合作小组，然后这个合作小组做完以后就会解散，然后有案子来就会成立一个新的合作小组，就是一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在不在意根本就无所谓。对，那你那时候负责什么？负责报账跟那个记账，所以你不负责创作那个游戏？创作游戏是大家想要做就可以，就是我们当时是接，就是因为我们是接案子，接案子就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当时是先收集资料，收集资料以后创作的游戏，但是我刚刚说那个金瓜石跟水南洞那个案子，后来有点不了了之啦，就是后来发生各种事情，就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就是我们本来想要做社造，但是其实社造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需要跟在地居民沟通，然后去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即便这个意见对你的创作来说没有帮助，你也要必须要听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但我们是想要创造一个我们觉得有趣的游戏，所以最后没有做社造这一块，但是我们后来有发展出别的东西，这样。所以第一个案子实际上后来没有标到，没有标，有做一个成果出来，但是没有把它做完，这样子。那算是有，他后来政府有拨钱进来吗？还是有，应该是有，对。OK，那这样子到有点久了啊，这已经是2014年12月的事情，所以应该已经9年前没有，8年前，8、9年前，第一笔等于是一个标案开头的，对。那这样子第二笔你们是第二笔我不记得了，隔很久了。我详细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去查那个数字。但是后来我们就做各种台湾妖怪研究相关的东西，就是后来有接触到出版社，然后我们好像是先出版了《围妖论》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但是在那之间，所以大家都是没有领薪水。大家有做一些其他正职吗？有，然后领薪水的发放是这样，就是你做一个案子，你这案子结案了，然后就看你在这个案子里做多少事情，然后就发钱给你。这样。你说等所有整个 case 都结掉，对 case close 的时候才有分钱。这样子周期多长？看案子很难说，会不会我们可以同时接好几个案子啊？一个人可能可以不只参加一个小组，你可以是2、3个小组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慢慢发展自己的事情。我们后来有比较一部分是做政府标案的事情，比如说接台湾文学馆或是等等文学馆之类的事情，然后去帮他们做一些活动，或是办展览，或是办实境游戏等等的。另一块是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实境游戏，然后或是我们做自己的游戏，我们也有设计桌游啊，像我就有设计说要跟这个谈鬼俱乐部的桌上游戏，对，那当时有做募资嘛，然后募的还算不错，这样子。这是募资，这个也有政府标案嘛？刚刚那几块。没有，就是如果你是做自己的东西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给你补助。不对耶，有当时我想起来有，当时政府有给那个，其实还是有，对，其实还是有那个多元创作什么什么东西的，反正是文化部的补助，对，所以还是有拿一部分，所以那是文化部补助的部分。对，但他不会补全部啦。对，募资的也有，对。那政府的标案一般它整个期程都多长？因为像是补助，通常都是1、2年，看案子，看你做什么事情以你们实作平均而言呢？我不知道，我知道，就我没有办法平均给你，因为真的每个案子的情况差太多了。就是你有可能只是很简单的帮他做一个剧本改编，或者帮他做一个什么文案的撰写，比如说像是那个展览品的文案的撰写。那这样最短，如果说是最短。因为我比较想要知道这个 cash flow， 这是现金流大概多久会让一次？我只能跟你说，你想象中那个要赚大钱或是要赚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对，但就是勉强维持生活基本开销还是可以的。勉强维持生活基本开销，就是死不了，但是也那个活不了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下，以你现在已经第9年这个工作室，第八年，第8或第9。你们有共识的，一直这样往下做的干劲是什么？就是第9了耶，就是应该有2部分，一个是还是说完全跟经济无关？因为一般的公司应该一部分是经济，所以我才会说我们不是真正的那种
可以说是创业吗？我觉得很难说是创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在管。本来一开始其实我们有很认真的想要赚钱这件事情，但后来发现，后来为什么没有想要那个？因为太商业化，就会有很多我们要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因为比如说你可能要为了快，可能就是不能管品质，然后你可能为了你要听厂商的意见，然后你可能就要舍弃一些东西，然后最后会变得很简单。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但厂商没有这个钱，也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只想要很简单的东西，那就会做不出来嘛。那所以我们最后才会发展成这个专门投标的一块，跟我们自己创作的一块。因为专门投标那一块就是，对，我就你想说你想干嘛，我们就帮你干嘛。对，然后那我们要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做自己的事情。那比重上，你们放的精力哪一块比较大？一直以来？投标一半一半，真的是一半一半。对，而且你自己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你想要 focus 在哪一块都可以，你不一定，比如说你不对创作比较没有兴趣，你对接案比较有兴趣，你就可以去做接案这件事情。那你比较想要做自己的创作，你可以走创作这一块。这样子的话，就是弹性这么大，你们平常在开会的话是怎么运行？蛮好奇的。就是你们怎么一起决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一个案子的话，就是以案子为主的话，就是有一个头会带领这整个案子，那最后它的分成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会要安排整个期程怎样，他的那个整个开会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去外面找案子吗？还是那个人是你？通常是因为我们做到后来是基本上都是案子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案子。所以政府会来找你们。对，就地方单位会来找我们这样。固定是就各县市，还是说固定配合？因为我比较少参与政府投标那一块，因为我对那一块比较没有兴趣。但是我印象中没错的话，台湾文学馆很常跟我们合作这样子。就是好像在台南，然后台北的那个台湾文学基地也很常跟我们合作。像我们之前就有。这本书出了以后，有在那边办一个台湾都市传说的展览。这本是台湾都市传说百科。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对，这本书写的这个经过，这是第几本？这是最近的一本。对，这是最近的一本。然后这里面经过吗？对，就是你们如何开始决定写这本书？你说为什么我想要先聊这本本书，然后等一下再聊第一本书。好，我试着简化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我刚刚不是说台北地方艺文世界观设计出来以后，我们有开始研究一些台湾妖怪的东西。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台湾妖怪有引起一波热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没有印象？对，当时太阳花学运也刚起来，然后那个我觉得啦，是台湾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有一种问号吗？就是疑惑、困惑。所以其实对，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让你去认同它嘛。对。那台湾妖怪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才会这样子被带起来，然后成为一波热潮。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跟上那波热潮，所以有出了跟台湾妖怪有关的各种东西。那后来其中有一个作品叫做《说妖》，就是说话的说，妖怪的妖。那它是一个新的世界观，跟台北地方那是第一本吗？不是，那是后面的。我有点难界定所谓第一本，因为这个你要说我们工作室的第一本的话，那就是潇湘神出的这个《台北城里妖魔法户》。对，是他出的。对，但我自己个人参与的第一本的话是《说妖》。对 ，OK， 那你参与的第一本？对，由我下去写的书是《说妖》，然后还有《围妖论》我有写啦，然后后来的《玄妖志》我有写，但详细的时间我有点不是很记得清楚了。但是总之，因为要创作说妖世界观，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世界观，就是在这世界观下，是现代的世界观。然后这个时候妖怪已经式微了，然后这时候灵异故事兴起，然后因为灵异故事跟妖怪都共用了人类的解释权，所以其实他们有一些竞争的状况。所以在这世界观当中，都市传说、妖怪跟灵异故事是都同时存在的东西，就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里面的角色各种遇到了不一样、各种各样的灵异奇怪的事件，对。然后因为这样说，我们就要开始研究都市传说了嘛。因为我们其实要把这个东西纳到世界观里面，自然你要对它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台湾都市传说。后来呢，
就发展出了，因为说妖那时候有除了小说以外，还有出一款桌游，也是同样叫做说妖。然后这个玩法是8个人，3到5个人，然后在这个世界观当中是8个人围坐在一起，然后一起讲妖怪故事，一起讲灵异故事，召唤妖怪。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彼此用妖怪攻击，把对方杀到挂掉这样子，对，一个竞争游戏。然后这个世界观后来有发展出第2部，就是这个谈鬼俱乐部。然后这个谈鬼俱乐部，对，然后这也是我们之前发展的一个桌游。然后这个就是用台湾都市传说为主题的一个世界观，一样也是说妖世界观下的故事，只是这次比较 focus 在都市传说，因为这时候我们把游戏的背景设定在这个台湾灵异节目比较兴盛的时期，然后大家扮演的都是这些灵异节目上的来宾或是这个主持人，然后他们就在录影的过程当中发生各种灵异事件，然后要解决这个灵异事件，完成录影这样子。所有的这些都市传说跟妖怪都是比较聚集在台湾的什么时期？会不会已经有到郑成功时期的有吗？妖怪的话有到郑成功时期。对，但是都市传说比较不会到郑成功时期，这个跟它的定义有点关系。OK， 但是我不要讲这么多，这了个解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之后再聊这样子。所以主要是在哪个时期的？都有啊，就是台湾现代的从以前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妖怪其实有点包含了从以前到一个很近代的时间。那台湾都市传说又从这个近代一直到最近。近代，你所谓的近代是指日治时期，还是再更早一点？国民政府时期吧，国民政府就是战后的事情，接管之后了。战后的事情。战后，我一个很粗暴的切分啦，但是如果要聊这个细腻的区分，可以看我们这个书里的前言这样子。那有个鼻祖嘛？鼻祖是什么？就好像有一个最老的那只妖，会有这种角色吗？就好像日本的最老妖。日本有最老妖吗？日本最老妖应该从日本天皇那个时代最早徐福过去吧。那妖怪在哪里？徐福本人。徐福为什么是妖怪啊？徐福在某些小说的设定他的吸血鬼。那是对，你都看什么小说去了？猎命师传奇。哦，这是九把刀最著名的一个系列。好，对，像台湾有吗？有这种角色吗？就是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一个老妖。还是说各自为政，百鬼横行？这样说好了，因为台湾的历史，如果我们真的要算的话，这个岛上怎样算是台湾人，怎样算是台湾的妖怪？那原住民的东西算不算台湾的东西？然后原住民妖怪算不算台湾妖怪？这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问题。那如果把原住民也纳进来的话，那因为原住民没有正史，对，他只有口传历史，口耳相传。对，然后到日治时期才有人帮他们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所以其实都是传说。那你要怎么界定哪一个最早？很难吧？对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考据。你考据你可能也没有答案，因为就是他就会说很久很久以前，那你这个组的很久很久以前跟那个组的很久很久以前，你要怎么比哪一个比较远？应该是原住民的比较，就是原住民的应该是比较早，他们最早定居在这里。对，你要这样说的话，但是你要说的话，中国有些妖怪也可以追溯到很久，比如说炎黄时代啊，比如说蚩尤可能也是炎黄时期的东西。不过你们会把中国的也切进来吗？要看就是看台湾岛上有没有流传这样的故事。像虎姑婆在中国福建那一带流传很多啊，但是在台湾，对，在台湾也有他自己的版本，所以那虎姑婆算不算台湾的故事？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妖怪迁徙了。对，你要这样说很有趣，对，就是妖怪迁徙了。妖怪是跟着人一起来的嘛，那人在这里，那妖怪当然就在这里。那有没有在这边发展出新的传说？那就看这个妖怪的造化这样子。讲的有点远，对，你认为它是一种值得一直传承下去的文化的一部分，人类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人类文化一个很有趣的结晶。那套一下这个柳田国男的说法，对，从这些妖怪的脉络中可以去窥探以前的一些真实的历史。比如一些历史事件，就比如说你。好，我讲一个，比如说像天狗食日。天狗食日。天狗是什么？天狗是以前人们幻想在这个天上有一条狗会把太阳吃掉，所以叫做天狗。它不是那个日本那个天狗，但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们是怎么去解释以前的自然现象的。对，那当时不懂这个东西，所以就给一个解释。那像地牛翻身也是啊，地牛翻身其实是很台湾本土的原创的传说。那这个
地底下有牛，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传说？因为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能害怕嘛。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灾难转化成一种妖怪的话，你就可以对抗这个妖怪，让自己心更安。这样子，就跟年兽一样的概念，用那个鞭炮吓他。好，年兽。好，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年兽其实有点问题，它的文献有可能是文献不对吗？不太对的，对。但反正总之，它现在我们有知道年兽的东西，好，你就把它当年兽好了。就是你让它有一个对抗手段，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地牛，那就有发展出打地牛或是学牛叫来安抚地牛之类的习俗发展出来，然后。这样子，人类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就有事情做啊，有事情做就不会光是恐惧，就不会恐惧。对，那不会有恐惧的话，那大家是会转化成一种对抗这种妖怪的勇气嘛。那这样子，你这个妖怪存在就有意义。所以妖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结晶，这样子。听起来像是对一些自然天灾把它转换成对，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种部分，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猫鬼，这种妖怪是说就是。你生小孩满月的时候，因为那个猫鬼喜欢吃。旁边有一只猫。猫就是以前有人说死猫掉树头，死狗放水流嘛。哦，对啊。那如果你为什么掉到树上？如果你不掉树头，埋在土里，它就会吸收精气，化成鬼怪，变猫鬼，就变猫鬼。对，那这个猫鬼会怎样呢？它会在那个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吃满月酒，满月酒就是指那个麻油鸡啊，你没有给他吃到麻油鸡的话，就会把小孩杀死。对，然后。当时，如果要对抗这个猫鬼的方法，就是可能有拿一个猫鬼毛，有这个毛，他就不敢来这边，或是你要准备麻油鸡给他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发生？是因为以前的婴儿夭折率蛮高的。对。那如果他不是被猫鬼杀死，他是因为你自己的疏失而死掉的话，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对。所以如果有一个妖怪让你去责怪，让你去说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煮麻油鸡，所以才让猫鬼来害这个小孩死掉。那他的心理的负担会再少一点。转移这个心理负担。的确，现代比较少把猫丢在树上，因为就比较不需要这个。你说小孩比较夭折率低，也许是吧，也有不卫生的情况，树上也有不卫生啊。现在一定是土葬嘛？还是就是正常的葬？火葬、土葬。因为日治时期其实有禁止这样的习俗，所以不会有。日治时期有禁止掉在树上，因为日治时期其实会有在管台湾人的卫生，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不会有这样子，慢慢会就消失，扫荡被扫荡掉。Yes， 嗨，讲很远，不会，往下聊。就是你们除了出实体书，会去出电子的版本吗？这个东西是出版社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所以你们是出版社决定的。Yes， 所以电子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是要看出版社做不做而已，不是我们作者说要出电子书就出电子书。所以他无论有没有出，对你们这边都没有影响吗？对我们影响没有很大啦，就是因为电子书的抽成跟实体书的抽成其实差不多，对我们来说都差不多，只是你多一个管道可能会更多人买，也许抽成是差不多的。电子书现在主要如果是出版社，它会放在什么地方？还是说就像我们一般在一些某某 PC 用上面，它直接是给你一个电子档的阅读权限这样？也有这样子的吧？我详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什么博客来不是也可以买电子书吗？基本上一般的书市平台，一般的平台都可以买。自己是在上面买，我还是偏向买实体。如果是在上面买，有看你的需求啦。如果你觉得空间比较贵的话，你就不要买实体，你就买电子书啊。但有些书确实是拿在手上会比较好，但有些书也确实就是看电子书就好了，这样子。那这样子，你们把妖怪走向那种电子化吗？当时前几年那 NFT 很盛行的时候，你们有想要走那波热潮吗？我有一个朋友还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找我合作，然后后来不久之后 NFT 就变成泡沫了，所以就不要理他，就变成泡沫。所以这些妖怪，你主要对你来说还是以这种比较实体去游戏的这一块，你是觉得最好玩的吗？还是说有别的点？比如说，如果把它变成一本书传下去，可以传很久，或者是说把它变一个实境游戏这样传下去，哪一种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你们自己做这工作室的精神。你说我有点不太懂，就是怎么呈现这个文化的方式？我觉得你们有自己偏爱的方式吗？还是全部都来？我觉得能够试的都可以试啊。像我现在就在做个人频道嘛，那这个人频道就在讲
台湾都市传说，不一定台湾，因为我个人频道就不一定限制。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刚开始你是被一种游戏的那种方式吸引，就是实境去体验这种妖怪的氛围，所以会不会你们工作室后来也是以这样的主轴，还是说反正就是多元化的？就是希望这个大家，就是我们本来一开始创作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故事来更认识台湾，或者是更认识台湾这个地点这样子。但就是对台湾的认同感可以加深了。当时是这样子，就衍生到台湾的认同感。但我后来就是觉得这些故事其实很有趣。那它各种不同文化当中有类似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比较一下？所以我才会想要做个人频道这样子。那个人频道就是你开始不只是台湾，跨向全世界的这种议谈。对，就是各种都市传说、妖怪、神话传说。然后奇闻异事等等都可以讲。这部分是跟工作室是切割开的吗？对，是没有关系，是我个人自己做的东西。所以工作室那边也有，就是以后也会走向全世界的。这我世界观会打开，这我就不确定。但是你自己这一边，你是希望是台湾之外，你要往外跨，就是从台湾看向世界的感觉，就是不是只有台湾，我们可以用台湾人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地的传说的感觉，这样子。所以你会希望外面的华人或是不同语系的人也来看你？如果之后，现在有一个 AI 技术是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嘴型翻译成那个当地对应语言的东西，对。也许以后这个 YouTuber 只要做自己的语言的东西，他就可以自然而然有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这样也很好啊。对，是，就不一定要写作在台湾了。那你开始做这个小波频道，怪谈小波，怪谈小波，刚开始的主轴就是除了跨出去，还有几个要点嘛，就是你的精神可以刚好分享给大家，就是各种都市传说、妖怪、怪谈。神话传说其实这些东西看似离奇，看似幻想，但实际上它都有原因，它会出现都会有原因。就是我刚刚讲那些，比如说像地牛会出现，是因为人们要对天灾有解释，才会让他们心里更安心嘛。那猫魔鬼会出现，是因为人类面对某些他无法控制的，或是他不小心人为疏失的灾难，有怪罪的对象，把东西妖魔化，他的心里会比较安。那这种神话传说，或是这种各种世界各地的传说，它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是我在意也是有兴趣的地方。所以你会不会是比较偏向用科学的方式去切入？这样子听起来是用科学的角度、科学的视野，是跟大学你的培养可以这样说吧？大学科系的培养有关？也许是，就是比较用。不能说纯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但是就是用一种可以给你一个看法，就是也许这样子是有可能是这样发生。当然，我不排除也许有更高的力量在控制这些东西。I don't know， 就也许我们不明白原理的东西还没有出现。但是在怪谈小波中，你会比较以那种科学就是一些事实佐证去切入。我会啦，比较不会。我承认我是比较偏这个角度，比较偏这个角度。了解，所以有点像福尔摩斯怪谈版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吗？抽丝剥茧吗？像刚刚讲那个猫就还蛮有意思。就基本上我的频道的主题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介绍传说故事背后它生成的脉络这样子。那你会希望你的观众会听了之后的转变，你会期望他们有什么转变吗？不一定要什么转变，只要听还是说就是有点对，希望大家快乐。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同时也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可以拿出去说嘴这样子。也许拿去说，就是其实传播出去，学会这种看待妖怪的方式，其实对我们自己在地文化的保存也有好处啦。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只是单纯一个奇怪故事，然后它就不重要，反正谁都可以编出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就是它要产生这样的故事是要有一段时间，然后一定有它的时代背景，才会诞生出这样子的妖怪或是传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化保存跟文化建构还有主体认同性是有关系的。你的频道有介绍过像 SCP 什么这一类？之后也许可以，也许会对 SCP 是，但是 SCP 太多，它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世界观，对啊，世界可以讲一下 SCP。你们的东西感觉可以投稿到那上面可是因为
曝光度更多。可是因为 SCP 比较当然是不容易投稿过关啦。SCP 比较是没有跟现实世界有太多关系的，当然不排除还是有一些有啦，比如说什么该隐啊，比如说什么对啊，他们还是有蛮多一些，对，还是有一些有。我在上面没有看过什么台湾自己文化的妖怪什么的，也许可以有一天看到你们在 SCP 上面也发扬光大。也许，所以这个小波怪谈小波的频道，你有预期是它也会变成像你的工作室带给你收入吗？我你有对他这个当然有这个期许，但在努力嘛，正在发生中。你会以几年去看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半年没有就跑了，有些人他可能耐受度比较高，可能以3或5年。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2-3年，才让观众有那个预期，2-3年内至少一定会看得到。一直看到。我会一直有啊，但是我现在更新频率比较低啦。我现在是在努力当中，就是要熟悉这个整个 SOP，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快。对，那越来越快以后就可以有一个稳定产出。就是从你的脑中转换出来那个效率要增加，东西都在你的脑袋里。其实做频道不是。就跟我以前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是，我还要做影片后制，还有拍摄跟这个广告的部分。对，各种各样的。它会比以前像出书跟做游戏，你觉得有相似之处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都是要很花时间。对，然后都是其实很像啦，只是它是另外一种产品就对了。另外一种产品。对我来说是这样，不同类型的产品，新的尝试，对新的尝试，但是就是那些技术要学，要摸索。我的问题就是，你那时候有想过，就是因为工作室大家合作这么久，也很多人，你有想过这样子用轮番上阵的方式吗？你说这样的产出量也会变得很大。那谁要剪这个片呢？对，就像以前这样子的分工，就是当时没这么考量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有想做的东西，但不代表人家想要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刚好不想要踏进这一块。我们其实没有问啦，但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想自己试试看，OK， 所以你如果试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会邀请他们吗？应该不会，也不会，不会啊！这是我想要自己试试看啊！对啊，不然我这叫怪谈小波了，我还要请其他人。就是你的肖像，你要成立一个人，算是我的 IP 这样子。个人 IP，你要经营个人 IP。也对。我有点好奇，就是之前你共同一起写了，应该有6-7本以上的书。那我就好奇说，就是这样子6-7本这样以来，版税这样分下来大概可以贡献多少？你要问确切的数字是不是？就是如果不是确切数字，也可以分享大概的那种。好，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作者的版税8%、10%、12%都有，那就是看你跟出版社怎么谈，然后你越知名，越有可能卖钱的作者就会越高。就有可能抽到12%这样子，但12%已经很高了。然后12%是指终端定价的12%，没有打折，没有打折的，对，什么都不扣的。然后剩下的88%就是他们拿去做各种，比如说像通路行销，比如像铺货，比如像仓储等等的成本，然后比如说设计、封面设计、排版之类的等等东西，拿去付给他们的薪水。对，那他们最后就是给作者12%或10%，对，然后每一刷通常是1000到3000本之间，然后那个是第一刷会是1000到3000本，最少都要1000本就对，最少都要1000本，然后后面的看怎么刷，那有可能刷500本一刷，或是1000本一刷，或是他觉得你可能可以卖更多，他就卖2-3000本一刷这样子，就看出版社怎么去评估，然后每次刷完以后就可以从这个，比如说我刷了1000本，然后这本书的定价是400块，那我就会有400乘以1000，是不是个10、百、千？个10、百、1000万，4万嘛？才4万吗？40万，对，40万的成，4万吧，4万吧，400乘1000，不对，40万，对，40万，对，没错，对，40万，然后你抽10%出来，他是卖完才抽还是？没有，他刷了就是花了那个钱，那就是给你刷了就先给了。那他没有卖掉是他的事，是这样？对，没有卖掉是他的事情。是啊，你又不是出版社，所以他负担那个，对，他要负担这个成本，对，所以他才要抽你88%。所以我们就是他第一刷也不用我们付钱吗？
就是我们不用付每一钱啊刷都是只要抽成这部分就好。他只要愿意帮你做书，就代表他要在你身上投资了。作者需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作者本身作者本身嘛，就书籍出版之后，你可能会被邀请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演讲，对，然后去讲这本书，然后宣传。通常是无偿的，通常是无偿的。那出版你要无偿的帮他推销的。对啊，因为你其实也是增加自己的曝光度。也是对，你要无偿帮他推销这件事。各县市看多少人，或看出版社怎么帮你安排。因为如果外县市车马费有时候就很。车马费会给，通常对，yes， 就这样。跟出版社这个文稿的一来一往过程会很多版这样吗？还是？看编辑认不认真，看你做的一开始稿怎么样。所以其实都不一定，有可能会真的一来有可能。我有听说很认真的编辑是他们逐字逐句都跟你去好好去教的，但是也有很不认真的编辑，就是你交来啊，他连看都不看就过了，甚至还帮你把一些你本来没有想要这样改，但是他帮你乱改这样子。他还帮你乱改，对，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OK， 好，那就是看造化，蛮看造化的。Yes。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投了我想要问，如果你对一个新人，他因为有一些人他是自己，像我之前在台大车库就隔壁桌，他就不是做作家的身份，但是他自己写了好几本书，然后就放在他的云端硬碟，然后他没有门路出版。就对这样的人，你会建议他怎么开始？偷看出版社啊。就直接投，就寄信给他。有几个我的理解有几个成名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去投奖，各种文学奖，对，先投奖，你专门为了那个奖去写一部作品，然后把这个作品让大家都有看到你这样子，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你就把这些稿子丢给出版社，请他们的编辑看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签订，因为会不会被抠走之类的？会有这种风险吗？以你们那时候的接洽也是这样开始的嘛？第一个。我们不是这样乱投开始的，是当时有认识一个人，然后他对我们的作品很有兴趣。我们一开始是做同人出版，就是我们在同人志上面卖我们自己的故事书，就是我们写了文章，写了作品，然后跑到那种原创同人的场次，同人场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但反正就是一个大家对同人场动漫展的概念可能是，就是大家去那边玩 cosplay 或者卖一些这个他们画的同人的角色。同人的意思就是指已经有出现的作品里面，你再去二创的东西叫同人。但实际上后来发展出这个原创同人，就是自己私底下出版，有点像是私人出版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去这个摊位上去卖，这叫原创同人。然后大家就如果喜欢你的作品，就会卖很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出版社有看到我们的作品，然后就问我们说愿不愿意来写书这样子。那时候你们是先直接印少量的几本书放在摊位上吗？还是怎么做的？印刷的细节是不是？你想听印刷细节？对，就是只是去像印论文那样印，还是说？不是，我们有去找那个印刷厂。然后去跟他们谈啊，所以那这样刚开始也是要印蛮多的咯，还是印500吧，最少都要印500。所以也是先自掏腰包，先印当然，做东西做产品都嘛是先投资一笔金钱下去，那有没有回报当然是后来的事情，对啊。然后去曝光，去同人志曝光给出版社。不一定会到出版社，你可以先从同人志做起，这是第3条路。对，就我刚刚说的，第1条路是文学奖，第2条路是你就。每个出版社都试试看，当然有些出版社会比较适合某些类型的作品，比如说像是，我不要讲了，这个我不熟好了，反正就是你要稍微了解他们书系的分布这样子。然后第3个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同人场出来这样子，从网络或是你网络起家也一样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你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然后到原创同人上面去卖，这样慢慢经营自己的名声这样子。所以我讲话速度是不是很快啊？不会，应该可以的，蛮刚好嘛。到时候会上字幕，所以你这个怪谈小波，你之后也会出专属于你自己创作的书吗？有这个想法吗？还是说你会专注在就影片的输出一直？
我先把影片做一个那个能够稳定上传以后再来说吧。就是出版这些事情，有机会都能谈都能做，但是这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事情。以你的这几本书全部都是共同创作而言，你会是有考量说，因为这样分量比较负担比较小，还是说有什么实战的这种考量？你说为什么都是个人共同创作是吗？是。因为妖怪的，因为我基本上共同创作部分几乎都是妖怪相关的东西。那妖怪相关的东西要研究，研究其实是要花时间的。那如果一本书里面要收录，比如说像这本书要收录100则，那我每一则都要去研究的话，那出书的时间会拉到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对，所以我们当时有3个人一起合作这本书，这样子有这个谢宜安，有阮宗宪，然后还有我，对，然后就写了。每个人分了差不多1/3的量，然后去研究这些，然后写出一个专门的文章去。对，因为你写文章不是单纯只是把文章写出来，你需要去考据背后的东西，你要先架构整个文章的逻辑跟脉络。其实有点像，听起来有点像写论文，有点像写论文。对，研究的部分话是，对，是因为你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探究这件事吗？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上次写小说，也不用一直写小说 reference。对，因为不见得要研究的部分就一定要有所本嘛，就你不能随便讲随便编。那小说创作当然就可以随便讲随便编，所以我才会它是分蛮开的。所以这整个系列基本上都是就是比较偏向是研究的方面。你说台北地方译文还是说这个？就是你一路我参与的部分比较多是研究的部分。然后然后。台北地方译文世界观下的东西，比如说说妖，比如说像是台北地方译文本身，这个东西都是故事创作而已，它没有一定要那个考据的部分。我不是说故事就不考据，但是它的考据以后要转化、要想象的部分比较多，就不单纯只是考据，然后你也可以比较凭空、天马行空一点这样子。我想要问，就是一直到现在，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这个人？比如说你遇到个新朋友，你跟他介绍，他问你，怎么忽然上升到哲学层次？对，因为以这个，对，有点像哲学层次了，就是因为已经30而立的这个时间点，你会怎么定义你这个人生的主轴？就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干嘛？你会怎么简单的讲这件事情？你会怎么？让你思考一下。你说我要怎么自我介绍这样子吗？是。那我好奇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我应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就是一个 Kever 路上的正道者嘛。Kever 路上的正道者。那我就是一个研究世界妖怪的正道者。就是你的小波怪谈小波底下的那一行字是什么 ？title 应该这样吧？对。你说怪谈小波，然后它有个副标吗？对，连副标。我在帮你想，世界怪谈研究师，世界怪谈有点这很赞，很赞呢。就是你接下来的10年的人生的道路，世界的怪谈师哈，世界的怪谈，你会出去采风吗？我有考虑这样子过，但是现在的影片的量我还没有办法负担。因为像台湾之前你应该是有到各地去踩点，那如果是世界的，就势必是要往外跑了。我可以先从台湾开始啊，但是也要等我频道做比较的稳定以后，我才有办法考虑不一样的影片形式这样子。这是一个长久的计划，很长啊，非常长。你说这个现在是台湾都市传说百科，所以你的终极目标是世界嘛？然后分为像大英百科全书变成100册。等一下，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国外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是谁？哪一个大师？他是台湾，他是都市传说的，算是比较知名的学者啦，这样说吧，比较世俗的学者。是学者的等级。他是学者，是教授吗？是算教授？是教授。都市传说教授。对啊，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真的是什么大学？什么大学？就是叫做都市传说系哦。我想详细我不知道，但他是什么国家什么大学有概念吗？美国的，他是那个叫 Brovand， 等一下他全名我已经忘记了。那个 Harlow Young Brovand， 对，这个布鲁范德啊，布鲁范德是，对，他是把都市传说这个概念推广到全世界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会听到都市传说这个词，基本上 basically 就是因为他的书，他的东西。才会让大家知道都市传说这个名词，不然它一开始只是在学界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而且甚至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专有名词。你说都市传说这个
字是从他那边发源。对然后，Urban 再 Legend 的这个字是因为它而Urban 被这么 Legend 大家认识的。对，因为其实 Urban Legend 不是一个很精准的用词，是就更精准的用词其实是当代传说，就是当代传说。当代的意思就是我们大概近20-30年这个时间叫做当代。然后有近代、当代、现代的差别。对，那所谓的当代是这样，然后当代的传说叫做，其实等于是都市传说。那都市传说不一定发生在都市，所以不应该叫都市传说。更久以前的叫什么传说？乡野奇谈，或是就归类在乡野了。对，但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个 overlap 的部分，就是要去，我有这本书里面有细微的分析这件事情，所以有兴趣可以看。都市传说是不管是灵魂、妖怪、特殊事件什么那种都在里面。对，就是只要是有一定的流传度，然后它有一定的虚构性，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像台湾会比较多灵异相关的传说，但其实美国那边反而比较多什么杀人犯之类的，杀人鬼之类的那个也算是杀人鬼传说吗？那也算都市传说，都市里流传的传说就是都市传说。就像开膛，当代流传的传说就是都市传说。开膛手杰克算是都市传说吗？是伦敦那个时候的都市传说。你讲的杀人鬼是日本那个当然也算，当然也算。还是台湾的？你说杀人鬼？日本有一个杀人鬼。杀人鬼是日语的意思。其实杀人鬼是日语的意思，就是杀人就是杀人犯的意思。OK。对，然后也不单纯是杀人犯，就是以杀人为乐的那个杀人犯叫杀人鬼。但是其实那个美国很多什么血腥杀手啊，就是那种连续杀人犯、连环杀人犯那种的都市传说也很多，但也有部分是现实存在的人类，不是吗？还是说也有不存在？也有不存在的人，也有不存在的杀人鬼。对，不是像开膛杰克就是没有抓到的啊，所以你也他有各种各样，你也不能说他是真的存在。他可能真的存在，但是他各种身上的传说扩张了。比如说像郑成功，他真的存在，但是郑成功真的有这么多斩妖除魔的传说吗？没有，当然是没有。他一生根本没有踏出过台南半步啊。对啊，然后有点惨。对啊，然后廖天丁真的有这个人啊，但是他真的有这么多这个抗日的事迹吗？没有啊，对吧？也是他本身最后是被这个，他是杀人犯，然后被绞死，他没有那么多义勇事迹，这些东西都是后人。那李默娘算都市传说吗？这个就要考虑到什么叫做都市。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件事吗？哦，了解。就是这个当代传说有一个定义，就是它要是当代的。当代是什么样？就是要有现代化，20-30年现代化。了解。对，那现代化的定义就是要有一个现代化的有一个重点是都市化，因为人们就聚集在一个都市里面。那本来以前在乡村的情况下，我可能隔壁村就是隔壁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我可能可以跟对方就都很认识，然后我可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对方家里面去拿东西干嘛的。对。但是现在都市里面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嘛？彼此之间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每天都住在我旁边，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对。然后我可能彼此经过都是陌生人，这个东西是当代的一个特性。然后在这个特性下面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叫做当代传说，叫做都市传说。对。这样都市传说好像如果没有一直被新的发现新的怪的话，再过30年它就会被归类在香港传说，然后都市传说就绝种。不会啊，我刚才有说了，都市传说一个重点就是它要有现代化，它是从过去的这个比较没有。我该怎么讲？比较未开发的情况下，跨足到这个都市化、现代化的这个情况下，产生的一个转变，这个剧烈的转变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传说，这个叫做当代传说，这叫做都市传说。了解。那这个东西会不会一直一直流传下去？我不一定，有可能到未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已经没有肉体了，我们已经飞升到了这个电子世界里面。那也许那时候有一个叫电子传说之类的，有可能那都市传说就已经不存在了。那都市传说就是以前的东西，但在那之前都可以叫都市传说的范围。很棒，了解。那你平常会用哪一些管道去收集新的妖怪资讯？因为你主要是会去图书馆看很多书，还是用网络上的资料？对。就是如果他有提到特定的几本书，会去想办法查出那本书来，然后要么就是看因为网络上去买那个电子书来看，或是去借那本书来。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教授，他是发成论文吗？还是
他是出书啊，我是说他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教授。他是发成论文，就我跟你讲，他是论文没错，他本来是论文没错，但是他出成了书，他的书的论文。但是而且他其实那本书很有趣的是，我有看那本书，我现在那边也有那本书，它里面是叫他的学生去做一个研究，收集一些东西，然后把他再给一些那个评论建议，然后把它集结成册。再集结成册。对，听起来蛮值得一读的。里面收录了大概20几个美国当代的都市传说。那个时候，对。然后因为这本书的关系，所以美国开始讲 urban legend，然后有各种各样电影开始拍，就是以 urban legend 为主题的。然后后来在20几年啊，反正在最近几年10年以内啦，他有出版了一本叫做《都市传说百科大全》。就是都市传说，全世界的传说，但是这本书真的有到处跑去，我不知道他好像是收录到台湾，对，有没有台湾？一点很少，非常的至少还有收录到。哦，对，但是就是他的那本书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他每一个词条都是大概一两句话就带过，他并没有认真去。就是没有很详细的这个介绍，是因为它太多种类，毕竟太多了，对，太广。那他会那么多资料，其实好像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就是那个领域的专家，所以大家都会给他资料。大家直接主动投稿，对，主动投稿给他这样子。好像是。那你可以在你的频道有个 email 叫大家投给你吗？你会这样做？我投了，然后呢？台湾的。等之后有这样的企划再说嘛。对，所以你现在主要还是自己去网络查，比较偏向网络，不是古文献。网络也会有古文献啊，就是扫成电子版。对，他们会把它电子化，然后我也可以看到那些文献，我不一定要真的去翻。那个是在图书馆的电子的资料库吗？还是我可能可以去看他们的论文，可能因为他们有国外的论文网，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有一个网站，就是好像是白帽骇客写的一个网站，就是可以让你。本来要付费的论文变成不用付费，对，所以你丢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免费的论文这样子。所以你是从论文的 reference 又继续往下查。如果要查比较详细的话，我是有做过这件事情。对，其实你真的把它当成那个论文在研究。他就对啊，就是小论文在做。妖怪当成论文在研究。妖怪本来就可以当做论文在研究，挺好的。但是你有想要把它另外一条支线是你写一篇。长篇的这种妖怪小说嘛，我自己其实是有想要写那个台湾世界观的故事的，但是这个是比较长远的计划，我们就也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就先不谈这样子。了解，所以目前先比较近的阶段就是这种研究妖怪，以研究为主的。了解，太酷了。那可以带大家，如果就是大家还没看过这个台湾都市传说百科的，你可以先怎么样，就是以一个完全门外汉。听众是门外汉的角度，现在对他简单导读这本书要怎么去看它，比较有效率，也不是比较有效，比较有能够 catch 到。这样说吧，我刚刚其实讲了很多了，就是都市传说的重点研究它，其实并不是想要说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传说是假的，是谣言，是干嘛的，然后去破解它。但实际上是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传说它本身隐含了怎么样的文化的一个结晶，就是它本来可能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才会产生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像是幽灵船的传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台中的威尔康大火之后有出现一艘幽灵船。对，它这个传说会出现，其实在当时，我家的猫拿出来，闻到它来听故事了。就是当时会这样的传说出现，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消防的观念不是很好，然后当时威尔康就因为他们那个餐厅用的用料比较不对，然后那个他们安全逃生也没有做好，所以导致小小的一个餐厅大火，却导致了64个人死掉嘛。对。然后因为这样子之后，就出现一个传说，是说，在这个台中的上空有一艘幽灵船，然后这艘幽灵船呢，据说要载满100个人才会离开这个台中。那现在已经有64个人，那还剩下36个人要去哪里收呢？那就是各种各样到天空上，各种各样可能会发生火灾的地点，大家就说啊，那边可能有幽灵船停歇，或者有人看到在那边幽灵船在停。其实会传出这样子的谣言，就是说，
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火灾，之后不久之后就会有剩下36个人，有点像被收走天鹅人，天鹅人也是这样。天鹅人是这样，我有好奇。就美国的那个天鹅人，就是哪里像桥要倒，它会在那边出现，然后大火要出现，它会在那边出现。哦，是哦，有点像，有点像你这样说的话，因为我对天鹅人，我有听过天鹅人这个名词，但我没有认真去研究过。是，对，那对，所以幽灵船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的消防安全措施很低，但当时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年代存在。那我们知道幽灵船这个传说背后就有这样隐含这样子的脉络文化存在跟历史存在。所以其实都市传说的研究就是去剖析跟分析这些东西是怎么让这个传说变成我们现在这个了解这样的样子。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收录了100则这样子的故事。你会觉得我们历史课本是不是？有没有应该纳入这个层面在里面？你会觉得这样？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那时候你有那个消息是你把它做成儿童读物，那儿童读物就代表说它有这个教育的意义在。对，我刚刚有讲过教育的意义，就是它让我们对自己的土地的认同感有更深的认同感嘛。因为你了解了这个它背后的文化脉络以后，你就对这个文化脉络的算是有一种心生同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个概念，跟土地的连结嘛。算是吧。就是我们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长河当中，有一群人是这么过的，那这群人后来变成了我们这样子。你对他的理解以后，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自然而然对这片的土地，对台湾人认同的感觉会更深，这样子。有点像记忆的传承，只是另外一个层面。就妖怪其实是文化跟记忆的结晶，这样子。我很好奇，像我们 Kaver 可以追溯到一个某个时间点 ，Kaver 可能在某时间点诞生。以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像原始人在墙上面就有刻怪物，还是在什么时间点它开始诞生这种东西？就你的研究来说，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强这些妖怪或怪物？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壁画上一定有啊，就是那种你是说像那个那个他画的外星人其实是假的之类的吗？有可能啊。还有画一些神话传说，其实神话传说里面的那些神，有可能其实你要说它本质上跟妖怪有差别吗？其实没有太有差别。像希腊神，希腊的神啊，希腊的妖怪，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是差别在于他有没有那个主宰人类的能力。I don't know。但有些那些神跟妖怪的区分是在于神跟妖怪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区别，其实要看文化上面怎么去分它。那如果你在这个文化里面真的把神跟妖怪分得很开，那你当然就是有区别。但是在一些文化，比如说像原住民族当中，其实不一定有把神跟怪分得那么开。其实一些原始部落也没有把它分那么开。神明有可能会作祟，因为你让他不开心，那你就是要用各种方式让他开心。你可能做仪式、做法，种种的东西，让他恢复到他应该要照顾人类的这一面。这个神跟妖怪的分野就没有这么明显，就是看文化的发展这样子。没东西问了是不是？不会，没有。我其实想回溯到就是那个时候，你应该是从高中就开始对，就是虽然你是大学的时候上那个加入那个社团，就代表说你高中其实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大学才会加入奇幻研究所。我对奇幻文学很有兴趣，对，然后这样说好了，其实台湾妖怪的研究其实它就是台湾的奇幻文学。就这个其实奇幻文学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把以前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些文化妖怪或是神话传说等等东西重新打散重组，变成一个新的世界观嘛。对，那台湾可不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其实可以，但是有没有人做这件事情？还没有，还没有这么多人，或是还没有做到一个我觉得值得称得上是算是台湾奇幻文学的东西。对，这样说好像会得罪很多人。我的意思是，当然还是有人在努力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不够彻底，不够去脉络，不够把这些东西，就是虽然去脉络，虽然重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出它原来的样子，就不是乱编的。就是
比如说《冰与火之歌》好了，其实你如果对西方史熟悉的话，其实他又把很多很多的传说，不管是传说也好，不管是历史也好，他都打散重组了，然后重组出一个完整他自己运行的一个世界观，就是这很有趣。那我也想要，其实后来想要做的事情也是类似这样，就是想要在我理解这些台湾文化跟台湾妖怪以后，你想要加一个世界，我想要架一个世界观，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打散，然后全部都是可能是台湾为主的一个文化脉络全部混杂重组，变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样子。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需要更多的理解跟研究这样子。可是这几年感觉不管是电影还是游戏或什么，好像台湾人逐渐对这个台湾的东西越来越有兴趣。对，比如说对啊，像打鬼啊，像是那个还愿，他们那些游戏都做的开始以台湾的对啊民俗或是台湾的故事为主。对啊，然后电影可能像人面鱼啊、哎红衣小女孩，接着。但我觉得现在这些都还太表面了，就是他只是把原来那个东西拿出来，对，在那个脉络下应用。但我想象的是，比如说像我们想到西方奇幻，想到的是骑士，想到的是龙，想到的是这个魔法跟剑嘛。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其实他在历史上的脉络就不是这样啊，它不是这样子出来，但他把脉络都去掉了，然后重新拼接成为一个很有幻想性的东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那台湾有没有像我们想到台湾奇幻就想到什么东西几个元素混在一起呢？有没有？现在好像还不太有嘛。对。我刚才其实是想要问你说，如果是就是你应该是从国高中就对比较这块有兴趣，那时候为什么你会选比较生物的，就是我们的科系啊？我一直因为我对生物也有兴趣啊。对生物的兴趣，但是你后面这个妖怪，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生物的这种概念吗？还是不是吗？还是你是对？因为后面好像就没有用到。应该说我就不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干嘛啦？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这个可以用理科或文科去分开的东西。我觉得我对这些，我对这些知识就是有兴趣。我不一定要分什么文科理科。那我对生物也有兴趣，我对生物运作的原理也有兴趣。当然最后这个生化有点研究的太细了，我有点招架不住。因为我在想说，你那时候如果对这块有兴趣，你好像比较会去选类似历史系或文学系那一方面。那时候你会有那样考量吗？还是说没有，我真的没考虑过这件事。但是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你的现象比较偏向生物，那进来之后加文学社，打开你的另外一个世界嘛，可以这样说吗？应该说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猫猫怎么？他把它脚当树干在做。对，我听说，就是我会对各个学科的知识都有兴趣，我不是专门 focus 在那个生物学，我可能对物理学也有兴趣，我对数学也有兴趣，然后我对设计也有兴趣。我后来大学念完以后，跑去念了1-2年的这个工业设计，对，所以我对设计也算是有接触啦，但我不敢说我很厉害。然后我对文学或是我对这个历史或是文化相关的东西也很有兴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我对人类有兴趣，就是你对人类，那就是对所有兴趣。我对人类为什么能够发展出这些知识、这些文化脉络有兴趣，对人类本身有兴趣，对，所以我会想要知道这些知识。就像你在解构妖怪一样，你想要解构这些学科吗？可以这样说吧，对啊，就是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像有一些物理公式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其实也是背后有文化脉络跟文学脉络的，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会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发展是有原因的，但太细我就不讲，我也不是很熟。就是因为像我，就是也像兴趣比较这种广泛的人类的话，你要怎么分配你的精力？因为每一块真的都很有趣，这块，然后你会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分配？你说因为像是如果你有限，但我怎么有可能全部像是大学你就只能上那个系，然后进去，除非转系，不然或者是在修别。我修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同时啊，我在大学，我在大4的时候基本上好像没有修什么必修吧，我几乎全部的多方接触都去修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经济学啊，什么咖啡学啊，什么茶叶学啊，可
可可我有修理，你有修可可？对对对，我没有修可可很好玩。对对对，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有修。那鲸豚保育学啊，这类就对各方面的学科都有兴趣啊。多方涉猎的，多方涉猎。对，所以现在是一个跨领域的时代嘛，对吧？各种没错你未来想要的工作，现在可能还没有发明。是的，而且现在 AI 这么发达，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其实还未可知。这样，对，是算是博学派的，不是我不敢这么说啦比较都学。对，是，嗨，那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怎么去平衡取舍金钱这块？因为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最想到的就是先是钱嘛。那一块你把它看在多重的位置？你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我比较幸运，就是我有家庭的支持，然后我可以不用太顾我自己的生活。当然我自己还是有赚钱去 cover 我的生活费，但是我就没有太花精力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我很幸运嘛，我是个就是幸运的金子。而且主要是员工，不能说员工，伙伴们都是各自努力多少他就拿多少钱，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去管说要付他薪水这块，没有这个重担。就我们一开始有讨论过要不要支薪，但后来就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可能让我们长久做下去，所以就变成最后就是燃烧自己的热情。但是这样是很不好。那这样中间有人离开吗？当然有啊，来来去去就是没办法做就走了，然后想要来做就来了这样子。所以有一直固定走下来的大概有多少位呢？就是一直从头到尾都在的6、7个吧。那也很厉害，也挺多。大家就是想法都一样，可能也是这种方式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对，就可能自己有正职，但是我有余力在这个我的其他时间来做这些我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是，其他位都有别的正职。对啊。了解，所以你现在的怪谈小波就是另外一个正职啊，对，可以这么理解，对，你可以这样理解。OK， 太棒了，太很棒。那现在怪谈小波，你预计是周更吗？还是？我希望能周更，但是现在比较可能做到是双周更吧。哦，还在努力啦。我现在连双周更都有点。你现在这样一个 cycle 大概需要经过什么流程？就是从查找资料到上，你可以当做花絮跟大家分享一样。就是你说要如何辛苦的拍摄出这10几分钟的片，这样，因为它其实是要经过前面超长的准备，最后产出这个20-30分钟的片段，这样。10几20分钟啊。哦，对，10几可以分享一下。不就是找资料，然后写稿，然后拍摄以后自己后制。找资料的部分，你会去特别追时事，还是说以你最有兴趣的为主？你会去怎么去？我一开始是有特别追时事，但是我后来觉得可能要做自己专门想做的研究，大家才会想要看你。当然追时事也是有好处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得到一波关注，但这些关注能不能留得住，就是看你剩下那些愿不愿意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大家也看得出来，你是为了蹭而蹭，还是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嘛？对，说得很好。所以这个3周的主要门槛是因为你要找出你的真正你喜欢的，不是，因为写稿我大概要5天到7天的时间，然后一次可能写2次稿，写2个稿，然后录完以后我剪一支影片也大概要1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双周就已经很给力了。现在剪片也是自己来，我剪片有我朋友帮忙初剪，之后就是细剪跟 B roll 就是我自己来这样子。是。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影片的插图啊，影片的那个那叫什么封面图也是我自己做，对，整个频道的设计也是我自己做这样。哦，还。我看一下哦，还有今天还有什么问题还没问到的嘞？对，在这个所有的专案中，除了你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标案，后来没有一个后续之外，后来你们还有经历过这样的失败吗？还是说后来你们建立的套什么样的 SOP， 把这个降到几乎没有？失败是指就是一个专案戛然中间就断掉了，对，也不是没有啊，也是有啊。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比较特别，所以其实
我们比较没有变成一个 SOP 的一个的商业的流程啦。对，所以比较，或者是我不熟悉那个他们专门接案那一块，因为我比较少投入那边，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展成一个。我大概知道怎么做，然后一定会发展成怎样，然后最后的成品只要交到什么程度就好的情况，我不知道。对，但应该是有啦。所以会那一些做到一半断掉了，你会断掉就断掉了，就是摆着了。如果不是自己有兴趣的，就把它砍掉了。还是说就是看你有没有违反合约，你没有违反合约，那大家都合意终止这个案子，那就终止啊，也没有关系啊。只是你投资的钱下去，或者你就没钱拿嘛，基本上最现实就是做白工，对，做白工就是这样。OK， 好的，好。那你现在在写稿或者是记录你看到的东西，你会用特别的工具吗？像手机或电脑，你会用什么特别的工具去写稿记录这些数据？写稿因为后面这些资料越来越大了之后。写稿我都是用电脑啊，用什么记录这些数据？用 Word 吗？还是用什么笔记软体吗？我用 Google 的那个 Doc 啊，就是线上编辑。我想到什么东西，我可以用手机去补充资料，但是详细在写文字，我可能是用。包括出书的那些资料也都是用 Doc 就搞定了。Word 或 Doc。哦，所以你没有使用那些笔记软体？没有我比较没在用那个东西。所以用那个查找整理的资料，其实还是很方便嘛。哪些？就是用 Doc， 因为你后面文章越写越多之后，你要去整理的脉络的话，我会有遇到困难吗？也还好啊，就是一个文件去把所有东西找出来。我会编辑那个，我不是就单纯把文字丢进去而已，我会把那个逻辑理出来啦，就是它会有那个大纲章节，不是吗？我可以就等于写小论文，就把它当小论文。对啊，就所以还是有用。大学的那个，其实我大学没有写小论文。哪个大学没写？我跟你讲，我大四那个。我没有做那个专题研究啊，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公然公开了，那公开有什么关系？就那时候，因为我要实验室的，对，我们同一实验室吗？没有啊，我是跟庄老辉就没看到你。不是，我跟庄老师有谈过，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研究所的志向不在生化科技系，所以我有跟庄老师谈过，说因为我之后要做工业设计，所以我可不可以？我用工业设计的那个，我要去教的那个，那叫什么东西啊？专题有审的资料，那叫什么？面试资料，就是因为我要工业设计要有作品，所以我要画作品，所以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研究，我必须要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嘛，所以我必须在这1到1年之内产出很多作品来，对，然后做成一个审计资料，让对方去面试的时候可以看，所以。那我就跟庄老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就是跟 seminar 改成这个我的审计资料的 seminar 这样子，然后给老师看进度就好了。然后他就让我这个，因为这是必修学分，我如果其他我都可以想办法避过或是熬过去，但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太花时间，我没有办法，所以要从生化科技系毕业就必须跟老师谈好这样子。那就也很感谢庄老师帮我。对，老师听到了，老师现在好像退休了。是啊。对。所以回到你刚刚那个 Doc 档，就连交给那个出版社也是就直接那样子呈上去了，对啊，不用再转成什么。你可以把它转成 PDF， 然后让那个格式比较跑掉。那它不能修改了。他通常也不会修改，他会用标注说这边要修，然后你再传一份给他。对，也可以用 Doc， 我记得好像是用 Doc， 一开始是用 Doc 就他印书最后就也是用那个档案印。没有啊，他一定是跑到那个编排那个排版软体里面，他们的软体里面，对啊，可能是 InDesign 或之类的东西，或是对，像我们印包装、印贴纸，它就一定要搞成什么 AI 档之类的，对啊，也可以用 JPG 档啊，或是那个 PNG 档啊，看你啦，看那个印刷厂要求，其实，是也是AI 档，如果要保存出血的话，应该是 PDF 也可以。然后 AI 的本身编辑的档也可以，对。那接下来这一段，应该之后会有蛮多生化科技系的学弟妹有听到就是这部影片，有可能。所以我想要你分享给他们，
听听看，就是以我们生化科技系毕业之后，其实都你要确定我们两个生化科技系最后都没有在做生化科技系，你要我跟学弟妹讲这个，就是说你4年在生化科技系里面，对你的未来的帮助。对我未来的帮助，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没有从事生化科技相关的行业。你说我们同学吗？可以这么说，应该是吧。如果以这种未来这种18岁刚要进来的，他如果听到，或者是我们更小的学弟妹，应该很刺心吧？赶快逃，快逃！是吧？对吧？对你后面的生涯有没有什么帮助？是吗？有什么核心的参数建进去？或者是说你都是杂学，你去修通识，我就杂学啊，我不要，我觉得我要硬讲的话，我一定会讲一些很官方的答案，但实际上就是顶多就是让你更好理解怎么去查找资料这样。查找资料，对，就比较知道怎么去看一个论文，比如说从前面先看 summary， 然后了解大概这个论文你有没有要认真看，你要的话就去看它的方法，你要看你要懂的部分，然后你一开始看那个论文一定会很不熟，因为你对这个领域不熟，但如果你一旦对这块东西研究的东西熟了，那论文可以看非常非常的快，就跟我现在看论文的情况是一样的。你现在主要会是看外文的吗？看外文也有，看中文也有，看什么主题这样。所以就以生化科技系这一段带给你的收获就是主要就是查找研究方法，对，反而不是那些生化路径那一些什么那个就说实话，你不走这个领域的话，是完全用不到的啊。对，像我就觉得收获比较大是外文，因为毕业之后你要去修一些冷门的外文是很昂贵的，然后利用那段时间修一些。像俄文、泰文，靠腰啊！你这又不是生化科技系里带给你的东西，你这是在大学里面带给你的东西。通识。那你这样讲话，我也可以讲啊。那就跟生化科技系毫无关系了，好吗？你就只是因为大学有这段时间，让你有办法做一些。我后来觉得好像大学就是大学而已。大学就是让你去都学，让你想要发展自己的兴趣，你不一定要专注在你自己的本科系上面，你可以去。多方面的去接触更多东西，因为在你未来里面不一定有这个机会让你做这些事情了啊！现在是你可以试错、可以去尝试的时机，好好的做这些事。不过我这边我还是要平反一下，因为像是我后来这个事业是在做 K 粉哦，对啊，你算是有关系的。我大学修我们好像一起修那硬伪实验嘛，培养那些发酵草，怎么操作发酵草那一些。等等的培养经验，对我后来去养这个菌是很有帮助。对啊，就是看我们未来做什么，有一点沾到。对啊，然后包括我刚刚学俄文也不是毫无帮助，我后面完全不会想到我要采的菌需要俄文这个专业，因为到后面跟导游联系，所以其实你的题目不是生物科技带给你什么，是你的大学时期带给你什么吧？你的俄文系跟生物科技系有什么关系？英文有关系啊，英文有关系啊，英文有关系，就是除了本科还是要去修那些通识，因为你不知道的后面会有什么帮助。对啊，就像贾伯斯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都有说，就是你在你大学的时间，或者在你人生的前期学到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点，这些点在你人生的后来往回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点慢慢连在一起，成为你现在人生的这个样子。对，就他当时会。现在之所以会有字体这些东西，是因为当时他在大学时期学了一堂书法课，就是那个手写书法。然后他在后来做这个苹果电脑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字体有好看一点？所以就才把这个东西引到他的苹果电脑里面，也才发展出后来的字体的概念。所以结论就是要修通识，结论就是多方涉猎吧，大家就是现在是一个跨领域的时代，你不一定要专职在本科上面，你学不同的学科对你来说未来是有帮助的。这样同意。对，所以不一定要生化科技系的学弟妹也可以听，对，都可以，全部通用，都通用。对，年轻人、老年人都可以。老年对，现在开始创业也不晚。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你要做什么都很容易。只要你懂用那些工具。没错，之后就可以看到怪谈小波用各种语言在那边讲话，台语版的，如果有想要引入这样的技术，台湾小波，对，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老同学来分享不，感谢你邀请。那你下一本书有没有开始那个了？
反正我现在在经营有的话就推销，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经营频道非常忙，所以其实如果想要追踪我的消息，可以去看我的频道，然后也麻烦大家订阅支持一下，这样谢谢。订阅这个怪谈小波，怪谈小波在 YouTube 上面打怪谈小波，你又要放一个链接在下面上，应该是这边哦，有，对这边还是这边，然后那个等下到时候帮你放，然后资讯栏等下之后会附上去，也会附上去。那到时候 Podcast 上面也会有。哦，是吗？你会听？对，我们 Podcast 也会跟大家相遇。好的，好，那就等之后你出国采风，采风变成世界版的，我们就再来反一次。好，下次见。等我的频道有世界小波，等我频道有比世界怪谈较稳定以后再来。对，我们就再来相会。好，我们之后再见。谢谢，拜拜，拜拜，拜拜。